临时冠军不知怎么的，我一听这名字就感觉遗憾满满。今天我们就拍5个最遗憾、最可惜的临时冠军。第5名，我给大聪明盖奇。其实主播感觉能拿个临时冠军已经是盖奇的巅峰了。他的实力我一直感觉就是前5水平，最好的时候就是第3。从最早期的小鹰钻石，再到马哈跟奥利维拉，及现在的托普利亚、萨鲁吉安、霍洛维，甚至说帕迪，我感觉他都打不过。因为主播感觉盖奇的技术确实有点糙，而且脑子也不好使。他打个稍微带脑子的就感觉不好打。但是纵横轻量级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每次轻量级来新冠军，他都上去送一送，让人刷刷卫冕，确实对这个量级的发展贡献很多。如果他真和托普利亚约成了，我感觉1个回合吧。盖奇排在第5，我感觉属实是因为没人了。临时冠军就那么几个哈，而且还很多都转正了，像黑龙，像5星。如果汤姆没转正的话，我会把汤姆放进来，就没盖奇的事儿了。第4位哈，钻石达斯汀普瓦利尔。其实钻石跟正式冠军还是差点运气的，因为在小鹰退役后，马哈起来前，这个阶段是非常开放的，也就是说奥利维拉统治的这一阶段，有人说钻石跟嘴炮打金线大战，然后放弃了跟钱德勒夺冠军的机会。那如果这是事实的话，那确实很可惜，那钻石已经是冠军了。但我感觉钻石跟奥利维拉那一场也挺可惜的，这2个人的实力我感觉就是不分伯仲，5-5开，考验的是那种心态上和对冠军的渴望。显然奥利维拉当时更饥渴，如果钻石选择奋力一搏的话，还是有机会的。大概是因为跟嘴炮打比赛挣到钱了，没那么饥渴了。但总的来说，钻石的职业生涯还是比较可惜的，我感觉他值得一位正式冠军的头衔。第3位希利尔盖恩，我是真感觉盖恩有点生不逢时，运气不好。他冠军战打的都是啥人物啊？铁血战士弗朗西斯纳甘诺、大魔王骨头琼斯，这马上又要打现任冠军汤马斯皮纳尔了。盖恩3次挑战冠军，打了人类历史上徒手格斗最强的3个人，真的是运气太差了。而且盖恩的战绩只有2次失败，分别输给了铁血跟骨头。这次干汤姆不出意外又要输，我只能说盖恩在运气这方面确实是没毛病。有的时候啊，他拿不了冠军，真不能赖自己，都怪对手太强了。第2位我给卡皇科尔比考文顿。卡皇作为一个老头杀手，我感觉他还真挺遗憾的。卡皇作为临时冠军，并没有第1顺位获得冠军挑战权，这点有点像汤姆。最后是乌斯曼插队挑战冠军，然后夺冠了，这点确实就挺冤的。然后卡皇对阵乌斯曼，那乌斯曼脑子确实是好使，直接一招炸伤给卡皇整不会了。两人一番战，卡皇是最可惜的，如果不是乌龟整那些小动作的话，可能卡皇就赢了。最后是第5回合，下巴让人打掉了。他跟乌龟的2番战就没啥悬念了，节奏几乎都在乌龟的手里，他没啥办法，只有几次不错的反扑。后来我们都知道了，卡皇的状态下来了，跟华子打的那一场直接让人当沙袋了，打那个华金巴克利的时候更是沙袋。老头杀手，忠诚老头，卡皇的生涯确实是比较遗憾。如果卡皇能好好保持状态的话，我认为打华的那场是非常有戏的。总的来说非常可惜，但跟第1名比还差点意思。第1名必须给我老夜魔托尼·福克森啊！咱不说别的哈，我就没见过12连胜打不上冠军战的，职业生涯运气忒差了。像那提拉米苏事件和电线杆事件，这根本想不到，运气实在是差的离谱。作为老五虎年龄最大的哈，不仅没挣到荣誉，也没挣到钱。有的时候我自己想这个夜魔这事儿，我都感觉心酸。打盖奇的时候，1个月连续脱2次重，直接来招极限脱水。后来我们都知道了，被盖奇打废了，直接一波8连败被开除了。这职业生涯真的曲折的要死，属于是苦全吃了，福一点没享。不过好在前几天夜魔打拳击比赛获胜了哈，这还挺让人欣慰的。综合来看，我认为夜魔真的是 UFC 第1倒霉蛋，太遗憾太可惜了。这只是临时冠军哈，当然还有很多比较遗憾的人物，像提城奥瑟加、僵尸郑赞胜、尤尔罗梅罗，这些人都挺遗憾的。感兴趣的话可以讲一期，我们下期见哈。